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用真实、缓慢、清晰的中文聊语言、人生、文化、科技，关注那些你我都关心的事情。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这期播客我想聊一聊写歌这件事情。你也许注意到我这期播客的开头和其他期的不太一样。其实这期播客开头的音乐是我做的第一首歌当中的一部分。与其说是第一首歌，更确切的说法是我第一首觉得我还比较满意的自己写的歌。我在之前的某一期播客当中有提到，我有开始学习作曲，具体来说是在和一个日本的作曲家学习音乐理论，以及做一些乐曲分析，最终的目标是能够写出自己喜欢的歌，不管是有歌词的还是没歌词的。我刚刚提到的那首歌，虽然绝不能说上我觉得非常满意，但是我觉得学习一件东西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有一些微小的成就感。所以我就决定把自己写的第一首歌发表出来，以此激励自己。说实话，写歌并不难，但是写好听的歌，或者说有原创性的歌不简单。理论上而言，只要有乐器，包括自己的声音，其实就可以写歌，然后通过一些软件就可以把这首歌录下来或者制作出来，然后就可以发表了。但是我也知道我有些朋友，他们会觉得写歌非常的难，难的点不在于怎么开始，而在于结束。因为毕竟完美主义每个人都有一些，有的人更强，有的人稍微弱一些。但是说实话，写歌就像做设计或者写文章，总是有能够改进的点，并且由于你能够使用的素材非常的多，所以可能性可以说是无限的。所以有的人我知道他们写歌就是可能一整年都不能够完成一首歌，因为有太多的可能性，有太多可以改进的点。但这样造成的问题就是打击自己的自信心以及动力。所以我告诉自己，与其让完美主义摧毁我想学作曲的心，还不如就有一个粗糙的开始，把自己觉得还 OK 还及格的曲子发表出来，然后继续做别的曲子，继续学习。所以这首歌我就硬着头皮花了1个月，然后到自己觉得还 OK 的水平之后呢，我就发布出来了。这首歌其实非常的简单，而且只有1分多钟。我是有意安排成这样的，因为毕竟我才学作曲或者学乐理学了半年多的时间吧，我也不强求自己一定要一开始就做3分钟、4分钟的歌，也不需要有非常复杂的和弦，非常复杂的歌曲的结构，只要有一些起伏，然后听上去还 OK， 那我就选择发表。
在我发表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作曲也没有那么简单，发表一首歌也没有那么的复杂，也不需要给自己有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作品放出去，放到市面上，让大家评价，让大家欣赏。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事情，并且当我放下心理负担，而且有这样一个完整的从自己的想法到执行到完成一首歌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循环之后，我突然觉得好像任督二脉被打通的感觉。任督二脉其实是中文里一个比较高级的用法吧，主要的意思是思想或者学习得到启发和开窍的意思，就有点像英文里的 Eureka Moment。 所以我刚刚提到自己突然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有非常多的作曲的灵感，有时候可能是一个词语，有时候是一首诗，有时候是一种情绪。然后因为我大概知道怎么去做一首歌，所以我大概就能够有一个想法说，如果我要围绕着某个主题去写歌的话，我怎么开始，怎么继续，以及怎么结束做完一首歌。所以我觉得虽然我的第一首歌并没有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满意，但是因为我走完了一个循环，我就对整个流程有了一些本质上的体会和认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也可以用到生活里的很多情况里，就是不用一开始给自己设置很高的目标，重点在于完成以及完成的过程，然后不断的在之前所完成的基础上去循环，去 iterate， 而不是想着一开始就要做到最好。另外一个在写这首歌我想到的事情，就是我其实有问我的乐理老师怎么开始写一首歌，然后他推荐的方法就是找自己喜欢的歌，然后思考为什么自己会喜欢那首歌，是因为它的和弦、它的节奏、它的歌词，还是别的东西，然后去模仿自己喜欢的点。但是我又在想，那这样怎么样才能够做出有原创性不一样的东西呢？于是我就有一些怀疑，但是后来我想到我自己在学习画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学习方式，那就是我就先开始模仿别的有名的画家是怎么画的，然后从模仿慢慢的发掘出自己的风格，然后再基于这个风格去创作。所以类似的做法在音乐当中可能也是一样的，至少我在写第一首歌的时候，有一些点的确是受到了别的我喜欢的歌曲的启发。在我学画画的时候，我会去观察这幅画我为什么会喜欢它，以及它用了什么样的技巧来达到某种效果。然后在我自己去画别的画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技巧融入到新的画里边去。那同样的，在音乐当中也是一样，不仅仅是作曲了，在学乐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在学钢琴的时候，一般都是会开始学一些技巧，不管是初级的技巧还是中级的技巧，然后再去学完整的曲子，同时把这些学到过的技巧
融入到曲子的演奏当中，然后通过不断的学习新的曲子以及融入自己学过的技巧来提高自己的演奏水平。那同样的方法，同样的道理，也适合用来提高自己的作曲水平，对吧？学一些理论，然后分析自己喜欢的歌曲，把这些理论和这些歌曲里自己喜欢的点融入到自己的曲子当中去。这样的学习方式，我觉得可以浓缩成为理论加上项目制学习的这样一种方法吧。理论就是说学习具体的技巧和理论，比如说在画画当中，对吧？就是学习透视，学习不同的颜料是怎么混合的，学习色彩理论。那在学钢琴的时候，就是学习具体的一些手指的指法以及谱子的看法等等。那在作曲的时候，就是学习乐理，包括和弦，包括和弦的进行，以及旋律的制作、节奏型等等。那项目制指的就是用完成某个作品来作为学习的渠道。那我刚刚提到的自己去分析自己喜欢的歌，以及写完第一首歌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项目制的学习。那在这种语境下，我的项目就是一首歌。那在画画的学习当中，项目就是一幅画，通过模仿或者创作一幅完整的画来应用学到的技巧和理论，那这样就能够把这些技巧和理论真正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创作过程当中去。那我在学钢琴的时候也是有意识的在使用这个方法，不仅仅是只学习技巧，我自己也会向老师提议我喜欢的歌，然后问，这首歌在这个阶段我是否可以学习，然后老师就会针对这首歌给我一些练习的建议，以及我在过程当中出现的错误等等。同时我也会有意识的应用我在学习的钢琴的一些技巧。这样的项目制的学习方法的好处就是一，能够帮我真正的去应用我学到的技巧和理论。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能够不断的激励我前进，对吧？那我学了好听的歌，我就想学下一首；我画了一幅好看的画，我就想画下一幅；我写了一首还不错的歌，我就想写下一首，等等。所以这种理论学习加项目制学习的方式，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种学习方式，并且可以应用到很多不同的领域当中，甚至是语言的学习当中也可以是这样的学习方式。比如说，当我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的时候，我会去学习单词，学习语法，那这些就是所谓的理论的学习。那项目制在语言学习当中的应用，就是可以通过听一篇完整的听力，或者说读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甚至是写一篇完整的有足够深度的文章来作为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之前认识的一个会说10几门语言的大神，他的语言学习方法就是当他每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自我介绍翻译成他想学的语言，然后去研究
在这一篇自我介绍当中有什么样的语法，有什么样的单词是他需要学习的，然后不断的去阅读、去听、去背诵这篇自我介绍。当他把这篇自我介绍完全的吃透并且记下来之后，他也就学习了里边的语法和单词。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学习方法有没有启发到你的语言学习。比如说，你可以把我的一期播客当做一个项目，然后研究里边，我用了哪些词汇，我用了哪些语法，你是否能够听懂我所说的所有的内容，然后通过不断的反复的去研究这样一篇播客，那你就能够学会里边的语法和单词。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你感兴趣的内容，重点在于它是一个有开始和结束的点，也就是像一个项目一样，对吧？一个项目它一定有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所以它是有一定范围的，是有 scope 的。这样的好处就在于你不需要想着我需要花无数的时间、无数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你知道它是有一个结束的时间点的，所以你就能够相对控制自己的时间投入。当你完成某个项目的时候，或者说在完成这个项目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去学习新的理论，语法也好，单词也好，这样项目和理论两条腿一起往前走，会走得更快，走得更好。那以上就是关于我自己写了第一首歌，以及通过这个过程所思考的一些收获吧。希望对你的学习，不管是语言的学习、中文的学习，还是其他方面的学习，能够有一些启发。我会把我自己写的第一首歌的链接放在我的 show notes 里边，然后欢迎去收听，会给我非常大的激励。那这一期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秋月漫谈是一个面向中文中高级学习者的中文播客，我用清晰而缓慢的中文聊你真正关心的话题。除了免费的播客 newsletter 以及带有中英字幕的视频之外，我还提供针对严肃中文学习者的付费内容，包括修订后的中英文文本，播客里较难的5个单词和例句，以及与播客内容相关的5个问题，都附带我的录音。每个月还会有一次播客话题的投票，感兴趣的话，欢迎查看我的 Patreon 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